有了。哎，姑姑你魔怔了吧？我要去青丘寻一个小仙，让他做夜华造屋里的关门弟子。这样，就算夜华离开青丘了，我们也有的吃了。好，咪咕，这就张榜文去。我已经安排了一个婢女化作道姑，在凡间照顾元贞。为何你还要坚持去青丘找白浅？君上，你不懂，一个娘是绝对不会允许自己的孩子受任何苦难和委屈的。我一定要去找姑姑，让她替元贞渡劫。她惹下了祸事，她就需要历劫。别说是青丘白浅，就算是折颜上神，恐怕都管不了。不，姑姑能管。你对你的那个姑姑，未免也太信任了吧？不是我太信任姑姑，而是我跟君上的事，天宗已经欠了青丘。这件事，别人不管，姑姑一定能管。哪怕姑姑擅自给元贞改了气运，天君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。你说的倒也有些道理。不过，白浅的性子，若是他为难你，君上不要担心，姑姑已经归还了我破云扇，并且许了我一个心愿。她是个言出必行的人，一定不会拒绝我。狐仙，你这贴什么呀？姑姑今日要选一个小仙做夜华君造屋里的关门弟子，机会难得，能做夜华君的关门弟子，哪怕是造屋内的，也是三生有幸啊。可就这一会儿，那狐狸洞前抬了甚长2行队，这会儿去怕是晚了。不晚不晚，就在今夜，还来得及。走。做什么呀？给我登记一下啊！会打鱼，还会烹鱼，一会儿就到我了，自打该我了。就我打得过，而且我还会做呢。下一位。听明谷说，你要选一个弟子给我。我会做羊肉，我会煲汤。是啊。我会做牛肉。我会做鱼。下一位。你会做什么菜？让他们都撤了吧，没一个跟过好的。好，记下了。依我看，你就很不错。可你实在没有必要跟我学，我们2个有一个会就可以了。咪咕，姑姑，太子殿下要哪一个？他一个也没看上，让他们都散了吧。这就撤了？散了吧，散了吧。好吧。那我带小天孙去划船了。走，来。浅浅，陪我去散散步。你这般皮兰，一堂花都是自生自灭，却也能养出天然雕饰的玄叶，丝毫不比天宫瑶池的差，真是难得。哪里？我这是壶野池子，怎跟你的瑶池比？你们的瑶池数万年来被仙人凡人写了数千首酸诗，被千万人赞叹。你想去看看吗？看什么？九重天，瑶池。啊，有机会吧。
看姐姐你所说的，你从未去过天宫，难道不好奇吗？这四海八荒我没去过的地方多了，若是处处都好奇的话，我岂不累死？你看那昆仑虚也是四海闻名，我不是也照样没去吗？哦，你很仰慕昆仑虚吗？坏了，我没事提什么昆仑虚啊？米谷呢？米谷在洞口设置了仙障，怕是有人误闯了。姑姑，这么快就拿着扇子来了，看来是想清楚了。那姑姑的意思是？请他进来吧。是。姑姑怎么说？姑姑说，让你进去。少卿，我若是你，根本就不会来见姑姑。最后一次，此事过后，少轩绝不踏入青丘半步。姑姑，姑姑，你带着阿离先去玩吧。小天下，来。你既来找我，一定已经想清楚，问我要什么。叶华君不是外人，你说吧。姑姑，可不可以救救我的孩儿元贞？救你的孩儿？前几日天君寿诞，君上带元贞备了贺礼，前往九重天去给天君贺寿。谁曾想，夜里元贞误闯了洗梧宫，险些调戏了洗梧宫的素锦侧妃。调戏了素锦？能做太子的果然不是一般人，戴绿帽子也戴得很欢快嘛。可元贞却在最后关头刹住了脚，但是却惊动了天君。天君震怒异常，立即着捆仙索捆了元贞，并下旨命他向凡历劫60年，60年后方可重列仙本。这调戏未遂来说，这处罚确实重了些。元贞是一个善心的好孩子，走在路上连蚂蚁都不舍得踩死一只，恳请姑姑去救他一命吧。可是，他毕竟调戏了叶华君的侧妃。不必做我的人情。元贞那回事，我也觉得判得重了些。他调戏的可是你的侧妃。我没有侧妃。既然太子殿下也觉得判了重了，恳请姑姑下凡救他一命。他不过是下凡历个劫，60年后又能重回仙班，何来救他一命？因为少卿已经打听到，在元贞18岁时，会有一个大劫，这个大劫会苦他一世。少卿不忍心看着他这样备受煎熬，所以恳请姑姑帮他把这劫数度化了，让他平平安安地度过这一生。所以，你来找我，是为了帮你儿子渡劫？是。少卿不敢求姑姑去求情免了这罪责，只求姑姑悄悄地帮一帮元贞。你这件事情来拜托我，托的倒是很有头脑。你知道，就算是我改了元贞的气运，天君也不会同我计较，是吧？少卿知道，
这四海八荒之内，只有姑姑能做这件事。好，我答应你。这件事情我替你做了，但是事成之后，你我主仆情分就算是尽了。你与我青丘白浅，再无任何瓜葛。少熙，谢姑姑成全。怎么了？又被那些小神仙欺负了？他们都笑我是小八蛇，不配在狐狸洞伺候青丘女君。你也太没出息了！小时候谁敢欺负我，我就把他打得连家门都不认识。这个呢叫破云扇，是天宫灵宝天尊送我的，送给你。灵宝天尊送的，太贵重了，少卿不能收。你就收下吧。你跟我在一起这么久，什么法器也没送过你。这个扇子可厉害了，以后谁敢欺负你，你就用这扇子将他扇出青丘。这把扇子这么厉害吗？嗯，送给你了。谢谢姑姑。姑姑方才为何说少卿将此事托付给你，还托付得很有头脑？偷听了。我是想听听，这个不顾主仆情谊，害我姑姑沦为四海笑话的人，又是怎样厚着脸皮来求姑姑的？九重天上呢，是个神仙，都有篡改凡人气运的本事。但是天族有规矩在那儿，就算有这个本事，也毫无用武之地。天族欠我们白家的债有1箩筐了，1分也没有兑还。有我出面讨几分薄利，天君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，将这桩小事囫囵了。所以啊，此事由我出面最好。这个小八蛇，可真是机关算尽了。哼，他呀，聪明一点也好，在北海也不至于被欺负。此事简单，办完了，也算跟他断个干净。哎呀，看来我要到东华帝君座下司命星君那里走一趟了，看看那元贞18岁立的是什么节，哪个时辰哪个日子，如何应到人身上。司命星君脾气古怪，他手上那个气运簿子，连天君都不能借来看一看。你若想从他那里下手，怕会有些困难。那该怎么办呀？所幸，东华帝君的司命星君欠我人情。若是我去替你要，会有些方便。真的，你可以帮我要到吗？但你得答应我一件事。什么事啊？去凡间时，将自己的法力封了。封印法力？修改气运本就是逆天的事，你用多少法力去修改气运，就会有多少法力反噬到你身上。天谴，你虽是上神，
但被这么反噬几次也十分严重。万一到时我们继任天君天后之位，那该怎么办？继任天后？你忘了，你迟早有一天要嫁入西游宫的。继任天君天后之位，必受81道荒火，9道天雷。若你再被法力反噬，我怕你会保不住性命。哦，好，我答应你就是。不过你我尚未成亲，若你近日要继任天君的话，我可是来不及嫁你的，也就谈不上81道荒火，9道天雷了。怎么，我说的有何不妥？芊芊，你可是在怪我没有早日向你提亲吗？若在300年前我便娶了你，就没有今日这个担心了。我也就是随口一说。我看现在天色已不早了，夜华君不如早日帮我把这事儿办了，我好去替那元贞渡劫。太子殿下怎会想到看元贞的运步？白浅上神答应二叔的小妾，要助元贞渡劫。姑姑还真是宅心仁厚啊，一点都不计较那小八蛇在300年前抢走了二殿下。那我给殿下讲讲这元贞在凡间的事吧。元贞托生托到了一个帝王家，姓宋，叫做宋元贞。12岁上封了太子，如今快长到18岁了，结束将至。元贞在凡间的母亲是个贵妃，生下元贞之后，便带着她入了道观，出了家。16岁时，才让元贞的师傅将她送回了宫中。而这元贞的师傅，就是北海水君桑吉送去凡间看护他的一个婢女。婢女，所以二叔还是偷偷派了个人去看护她。正是。依小仙看，姑姑若不想打乱气运，就要替代这个师傅，先留在元贞身边。也只有这个法子了。至于如何渡劫，还需从长计议。多谢。太子殿下言重了。当初是殿下您看在东华帝君的面子上，才原谅了白凤九偷走劫魄灯的事。今日就算我替帝君还了这个人情，只是殿下要记得提醒姑姑，到了那人间，一定要封了自己的法力，否则，本君明白。你说那只九尾狐要去凡间帮元贞渡劫？君上和星君确实是这么说的。他们还说要白浅一定要在凡间封印自己的法力。妙清妹妹，我可能也要让你去一趟凡间了。我？按理说我是姐姐，这种冒险的事本该我亲自去。可是我身为君上的侧妃，一举一动皆在众人的眼皮底下，实在是不敢妄动。但是妹妹你，就方便多了。
不知姐姐让我去凡间做什么呢？